愛潑斯坦這個人大家肯定有所耳聞，就在近期，美國司法部又公開了一些文件，當然內容更是駭人聽聞。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一搜，我就不过多介紹了。今天我們主要來看愛潑斯坦的罪惡一生。2025年2月27日，美國司法部發布首批愛潑斯坦解密文件，核心包含飛行日志、聯繫人列表與受害者信息，然多數內容此前已遭洩露。同時公布的還有經塗黑處理的按摩師名單，以及一份羅列150餘件物品的證據清單，裸照、按摩床、情趣玩具等涉案物品均在其中。司法部称此舉是提升案件透明度的舉措，後續將在審查編輯、保護受害者身份的前提下，逐步公布剩餘文件。而這批文件的曝光，也讓外界再次聚焦這位美國惡魔的反社會人格與滔天罪行。傑弗里·愛潑斯坦於1953年1月20日出生在紐約布魯克林的猶太家庭，父親是公園園丁，母親為家庭主婦，平凡的中產家境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。他就讀於布魯克林拉斐特高中時，便以數學和科學天賦聞名。1969年優異畢業後，進入曼哈頓庫珀聯盟學院攻讀物理學。1971年輟學，轉至紐約大學科朗數學科學研究所繼續研習數學，最終仍未取得學位。但扎實的學術背景為其後續發展埋下伏筆。1974年，21歲的愛潑斯坦憑借自信與魅力，在缺乏正式資質的情況下，入職曼哈頓知名私立名校道爾頓學校，擔任數學和物理教師。該校學生多來自富豪家庭。不料1976年，他因不明原因的行為不當被解雇，這成為其人生首個污點，也讓他迅速轉身投入金融行業。同年，愛潑斯坦加入貝爾斯登投資銀行，從初級助理做起，憑借數學天賦與出色的社交能力嶄露頭角。1980年便晉升為有限合夥人，卻在1981年突然離職，原因至今成謎。外界猜測其或捲入內部糾紛與違規操作，卻無確鑿證據。1986年，他經熟人結識億萬富翁萊斯利·維克斯納，成為其財務顧問，並在1991年7月獲得對方財富與項目的全權管理授權。1987年，他受聘於迪文·霍芬伯格的公司，月入2.5萬美元。1989年前離職。該公司1993年被曝是龐氏騙局，造成4.5億多美元損失，愛潑斯坦卻全身而退，未被起訴。此後，他創辦專屬金融諮詢公司，聲稱僅為資產超10億美元的超級富豪服務，客戶名單高度保密。維克斯納被認為是其財富的重要來源。借助金融業務，愛潑斯坦積累起巨額財富，在曼哈頓購置7層豪宅，在佛羅里達、棕櫚灘、墨西哥、巴黎等地擁有多處房產，還買下加勒比海小聖詹姆斯島，甚至擁有被媒體稱為洛麗塔快車的波音727私人飛機。這些資產不僅彰顯其所謂的成功，更成為日後犯罪的重要工具。1996年，他将公司更名並遷至美属維爾京群島，利用當地稅收優勢減少 90% 的聯邦所得稅，而其罪惡的犯罪活動也在20世紀90年代末逐漸浮出水面。2005年，佛羅里達棕櫚灘警方接到家長報案，稱愛潑斯坦性侵其14歲女兒。調查隨即展開，警方發現他涉嫌以數百美元報酬為誘餌，招募年輕女性擔任按摩師並實施性侵。這些女性多來自貧困家庭，且多人未滿18歲。其助手吉斯萊恩·馬克斯維爾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，負責尋找並誘騙受害者前往愛潑斯坦的豪宅。2006年 FBI 介入調查，確認至少36名受害者，年齡最小的僅14歲。愛潑斯坦的犯罪模式令人髮指，他利用金錢與權力，以工作、教育機會為誘餌，將年輕女性捲入性交易網絡，還逼迫受害者招募其他女孩，形成金字塔式的犯罪結構。其私人島嶼與各處豪宅成為主要犯罪地點。受害者不僅在此遭受性虐待，還時常被強迫為他的權貴朋友提供服務。2008年，歷經2年調查，愛潑斯坦與佛羅里達聯邦檢察官達成極具爭議的認罪協議，僅承認一項未成年人賣淫罪名，被判18個月監禁，實際卻僅服刑13個月，還享有每日離獄12小時到辦公室工作的特殊待遇。該協議更讓他與同謀者免於聯邦層面的更嚴重指控。這一結果引發公眾強烈憤怒，檢察官後續稱是因情報官員警告而被迫妥協，暗示愛潑斯坦可能掌握敏感信息，這也讓他與情報機構是否存在合作的猜測甚囂塵上，卻始終無確鑿證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愛潑斯坦的行為高度契合反社會人格特徵，即便身負累累罪行，他仍在科學與教育領域大肆開展慈善活動。1991年，他作為4位捐助者之一，為哈佛大學羅薩夫斯籌資200萬美元，個人捐款65萬美元。90年代向白宮歷史協會捐款1萬美元。2000年創立傑弗里·愛潑斯坦基金會，資助科學研究與教育。
2003年5月，他承諾為哈佛數學生物學項目捐款3000萬美元，最終僅到賬650萬美元。這種偽善的慈善包裝成為其掩蓋罪惡的外衣。愛潑斯坦的社交圈更是令人瞠目結舌。美國前總統比爾·克林頓、唐納德·特朗普、英國安德魯王子、億萬富翁比爾·蓋茨等各界名流均與他有往來。洛麗塔快車的飛行日誌顯示，克林頓曾在2001至2003年間多次搭乘該飛機前往小聖詹姆斯島。2025年公開的文件中，其黑皮書記錄了數百名政客、商界領袖、學術界人士的聯繫方式。馬斯克、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等權貴的名字也赫然在列。部分文件還曝光安德魯王子蹲伏在女子身旁的爭議照片，馬斯克曾協商登島事宜等細節。儘管這些文件未直接指控名流涉案，但克林頓、特朗普均火速否認。特朗普更是聲稱與愛潑斯坦絕交15年，安德魯王子則因與受害者弗吉尼亞·朱弗雷的合影深陷质疑。最終在2022年與對方達成和解。2019年7月6日，愛潑斯坦在紐約肯尼迪機場被捕，被控在2002至2005年間於曼哈頓與棕榈灘的豪宅中性交易及性虐待未成年人。檢察官指控其誘騙數十名未成年女性，他也被拒絕保釋，面臨最高45年監禁。多名女性當庭詳細描述了被其虐待的經歷。FBI 後續報告確認，34名符合賠償條件的未成年人，這一數字後增至40人，細節均得到證實。而早在2018年，邁阿密先驅報的曝光便已確認其80名受害者。調查人員找到約60人作證，其中包括從法國飛來為其慶生、遭虐待後返程的12歲3胞胎。其受害者更是從巴西、南美、前蘇聯國家及歐洲等多地招募，部分是通過讓盧克·布魯內爾的模特經紀公司誘騙而來。眼看這名惡魔即將受到法律的嚴懲，2019年8月10日，愛潑斯坦卻在曼哈頓懲教中心被發現死亡，官方認定為上吊自殺，但其死亡卻引發無數陰謀論。監獄監控錄像恰好故障，2名獄警未按時巡查。屍檢報告也存在諸多爭議，外界普遍懷疑他是被謀殺，目的是阻止其揭露更多權貴的醜聞。他在8月8日簽署了財產贈與信託，屍體由弟弟馬克認領。9月5日被葬於棕櫚灘的無標記墳墓，父母的名字也從墓碑上被移除。傑弗里·愛潑斯坦的一生是權力與財富交織的墮落悲劇。他利用巨額財富與龐大的權貴社交網絡，構建起一個罪惡的性剝削帝國，摧毀了無數年輕女性的人生。2025年司法部公布的解密文件雖揭開了案件的部分真相，卻因大量內容塗黑、關鍵信息缺失引發公眾質疑。而2026年1月，司法部公布的超300萬頁後續文件雖曝光了更多權貴往來細節，愛潑斯坦的網購癖好及涉案視頻卻仍有大量核心內容被隱藏，諸多謎團至今懸而未決。愛潑斯坦的故事不僅是一個人的罪惡，更折射出特權階層對司法的踐踏與系統性的縱容，也提醒着世人，正義的實現從來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需要持久的努力，而權力的濫用終將帶來毀滅性的後果。